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青钢影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不是上路啊，他应该是补位补到了双路，但我觉得他这局打的是真的很不错啊。然后出装上面的话，其实跟他的上单出装差不多，没什么太大的区别。右下角是他的上单的一个推荐出装啊，但因为是那个什么，他视频内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贴图就有了，所以我有没办法去说去覆盖什么的，那就这样子吧。因为他的出装其实跟上单没什么区别，就是多了一件辅助装罢了。这里利用这个护盾，被动护盾上来打一波消耗。大概率是补位补到了辅助，然后他像这种为什么要强行打这个青钢影辅助？其实，在职业比赛上也是能看见的啊。这里一个 W 闪接点燃，换掉了对面的辅助。一血换的话，伊泽瑞尔也有屏障，两边屏障交出来以后，卢锡安是扛着兵线的，所以不敢接着往下打，就退了。这边打野反蹲，这还跳上去吗？那射手的话应该是跑不掉了。这边打一套，赶紧往后拉。其实潘森完全可以回头集火打这个赵信啊，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反包围，知道吧？这里直接大招框住，但加里奥德盛大农场有点慢了。我觉得青钢影在线上的对线的话，就是对射手比较苛刻吧，因为射手的话，最好不要选这种。就是青钢影之类的射手辅助去辅他。好，直接就做3下。然后这一局其实对面的卢锡安是非常强的，但没想到这都能输。
W， 完了，赶紧跑。大刀框一下，打不太痛，还好。这一波整波就几波团战下来，是打的是很难受的。就有种那种诸事不顺的那种感觉。辅助上面就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好讲的。辅助的话，而且这边双路就是下路这两个都是这种大乱斗的情况下，没有那么多细节可以讲，只能说前期对线看看怎么去争取。一技能赶紧过来。潘森应该是大招飞过来的。因为死的少的情况下，这边青钢影的话，经济反倒是队内是最好的。这版本尽量还是要少死。这边框到对方啊，就猛猛的踢，而且 Q 技能是吧有增伤的。青钢影的话就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件装备很重要，就是第一件装备你出对了，就是你有针对性的去出，或者说第一件装备做出来以后和没有第一件装备差距真的很大。就有一些英雄他其实有等级，他第一件装备慢一点出都没关系，但青钢也不一样，他就是第一件，他第一件出来以后，你很多英雄其实能线上压他的都完全打不过这个英雄。然后他这边的话辅助位反正辅助伊泽瑞尔，EJ 带个净化，有屏障对吧？有闪现，再加上 E 技能，只要不浪其实伊泽瑞尔是很难死的。但他0-2，这也是没想到的一个点。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射手在中路待着，因为射手的手长嘛，加里奥，除非是那种像辛德拉知道吧，没有位移又没有支援的这种技能就不要去边带了。但加里奥这种有大招可以随时支援，完全可以去边带。就是他在中线抢资源又抢不过，他打野就是他刷野资源他也刷不动。他只能去边带是最适合他的，然后远离去那种互相要去怎么说呢，就是换血拼线的那种
他打完一套技能，等下一套技能，人家就早就，如果你那波兵线你清不掉啊，人家早就把那个兵线带进塔里面了。真的很痛，可以看得出来。完了。然后，其实，卡米尔在这版本的出装啊，就第二件做可血的话，你要斟酌一下。如果对面的盾特别多的话，你要优先做纳斯蛀牙，收益肯定是比这个可血比较高的。他这一局他第二件的话，大件的话是选择做了这个巨蛇之牙。W 闪过来找一下对方，但队友不跟。你能感觉到对面的控制啊，就给的非常到位，这就很难受。还有就是我还有个点就是，我感觉现在的辅助啊，只要你玩一些好一点的辅，就是比较能打的辅助啊，完全可以撵着对面的射手去打输出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一个射手在3件套之前是永远打不过，就有点打不过一个辅助的那种感觉，就很抽象，你懂吗？这边找了一波机会，反推了对面的高地。其实我感觉对面的队友就是应该也是有点问题的。卢锡安已经非常的 carry 了，这种卢锡安，这个发育点的卢锡安已经干嘛，就是乱杀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局看看怎么能赢呢？这完全推完高地就可以跑了，但跑不掉是吧？卖一个也可以啊，大龙 buff 反正都没了。然后你要下一条小龙的话，要等 CD。
这里踢上来，找了一波机会。啊，好像可以翻了我，还真是。对面射手一枚啊，对他们的这个不行了。赵信的话还在家里面刚出来，那这样的话啊，奇迹般的就拿下了这局的胜利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对面的卢锡安绝对要气死了，他这卢锡安就只输了一波团战，这都能输。待会你看一下这卢锡安的数据，我天！那行，那这期就到这了，拜拜。